们这是什麼搬家公司啊？我要舉報你們！劉大力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讓你親自盯着這批貴重家具，你就給我盯成這樣。老闆，有我在，肯定沒問題，您不用擔心。你差點打碎100多萬的古董，還讓我別擔心，你知道那是什麼後果嗎？你得把牢底坐穿。就這假貨也能值100萬，胡扯呢！葉凡，你給我住嘴！你一個小工懂什麼古董？臭搬家的憑什麼說我的青花瓷是假貨？我告訴你，我這可是有大師鑑定過的，絕對是真品。劉姐，可不是什麼東西都能叫古董。葉凡，你瘋了！快把瓶子給我放下！哎，你竟然敢真摔了我的青花瓷，我不會放過你的！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這是你自己幹的，公司可幫不了你。100萬，你自己想辦法。100萬，我看這青花瓷也就值100塊。乾隆年間真品，那時候就有微波爐了。這不是我的瓷瓶，劉大力，我的青花瓷去哪兒了？你把它弄到哪兒去了？劉姐，我親眼看到劉大力把你的青花瓷調包了，就藏在他的包裡。太好了，我的青花瓷沒丟。劉大力，你既然敢偷換我的青花瓷，你就等着進治安所吧。老闆，劉姐，我錯了，我就是一時鬼迷心竅，你們就饒了我這一回吧。老闆，劉姐，我錯了，您饒了我吧。快把他帶走，送去執法局。小伙子，今天多虧有你，不然青花瓷就真的要被那個劉大力成功調包了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。劉姐，我很喜歡這塊石頭，您把這個給我就行。這不是我前幾天去河邊散步撿的石頭嗎？小兄弟喜歡就送你了，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。就這樣，80萬就到手了。謝謝您。有了黃金種之後，真的能看到所有物品的價值，這感覺簡直太爽了。小伙子，來隻蝈蝈，1000元一隻，保活，叫的可歡了。這一個蝈蝈盒居然價值200萬，我得不吃不喝幹多久才能賺到啊？小伙子，我這可都是好蝈蝈，保活保響，聽聽這叫聲多亮堂，隨便挑，包你不虧啊！這種擺地攤賣蝈蝈的都是人精，我可不能被他當做肥羊宰。老闆，這蝈蝈多少錢啊？小伙子好眼光，這可是正兒八經的天津綠，膀子恢厚，叫起來有金屬音，這品相這成色，一口價1000塊，不二價。你看這翅膀翠綠翠綠的，買回去絕對值。老闆，你這個蝈蝈最多價值幾百塊，你張口就敢要我1000，這是以為我不懂行，想半天要價呀？你要這樣，我可走了啊！壞了，沒想到這麼年輕的小伙子竟然真的懂蝈蝈，我今天可是還沒開張呢，不能讓他跑了。小兄弟留步，咱們有話好說。看小兄弟也是懂行的人，這蝈蝈的價格咱們可以商量嘛。行，那就勞煩您給個實在價了。那個，你看500怎麼樣？我這出來1天了，您總得讓我賺個飯錢不是？500也可以，但是我還想要個蝈蝈籠，我看你手裡那個就正合適。這鍋子籠一直在家裡的角落扔着，也不值什麼錢，送就送了。行，小兄弟是爽快人，500塊，蝈蝈歸你，這蝈蝈籠我也送你了。好，500塊成交。到賬500元。200萬，就這麼輕鬆到手了？還以為真碰上懂行的，嚇老一跳。那蝈蝈和籠子加一塊也不到200，直接怒賺300。嘿嘿，今天運氣真不錯。這世上還沒被人發現價值的寶貝的太多了，我得先找個地方把這寶貝出手了。你走錯地方了吧？我們不搬家。你誤會了，我來是有寶貝想出手。我們珍寶閣可是100年老店，做的都是高端的古董生意。你一個搬家工，拿個破竹盒子和破石頭就想來鑑寶，趕緊滾，別在這耽誤我們生意。小兄弟且慢，留步留步！瞎了眼的狗東西，平時怎麼教你的？怎麼能這麼慢待貴客？還不快滾！小兄弟，實在是對不住。這學徒不懂事，衝撞了您。您這2件東西，我願意按市面上的頂價收，咱們詳談，您看如何？行啊，那您開個價，我聽聽。
這塊翡翠原石皮殼緊湊，水頭通透，種老肉細，出綠的概率極高。我出80萬，您看怎麼樣？黄金筒給这石头標的是80万，老頭出價實在，沒跟我玩虛的。至於這個倭國龍，竹絲細密，工藝精湛，清代宮廷的物件，民間根本仿不出來。我給你150萬。這倭國龍系統報價可是200萬，就算讓利，150萬也太少了。掌櫃的，這種成色的老物件，市面上1年也碰不上幾件。150萬，您這是打發叫花子呢？低於200萬，免談。這年輕人報價咬得死死的，分明是懂行的。看他這麼淡定的樣子，手裡說不定還有更好的貨，不如交個朋友，放長線釣大魚。好，小兄弟快人快話，200萬就200万，加上原石80万，一共280万。咱们現在就過賬，1分鐘都不耽誤。早上還在搬家具掙那微薄的工資，這會兒半天功夫就掙了280萬。黃金通，果然是我逆天改命的本錢。小葉啊，往後你手裡要是再有好物件，別往別家去，直接來我這珍寶閣。我在這行摸爬滾打40年，講究的就是一個信字。價錢方面，絕不讓你吃虧半分。您看得起我，我也不能不識抬舉。往後淘到好東西，頭一個就往您這兒送，痛快！我就喜歡你這爽利勁兒。哈哈哈哈！這後生沉得住氣，眼裡藏着野心，是個能成大事的主。爸，剛才那個穿藍工裝的年輕人是誰啊？以前那些穿西裝打領帶的老闆來，也沒見您送到門口過。瀟瀟啊，你別看葉凡這小子穿着樸素，但是手裡有真東西，眼力更是毒辣。往後他如果再來，你親自沏茶招待，態度恭敬些。葉凡，一個搬家工還能鑑寶，有點意思。這筆錢到手就可以買車買房，還能在盤間鋪面做點小買賣。現在還不到享受的時候，我差點忘了，那個劉姐說翡翠原石是河邊撿的，既然能出1塊，河床裡可能還藏着更多。當務之急是趕緊去河邊挖寶。黃金眼，給我開！500萬的翡翠原石，這河裡果然還有好東西。沒想到這麼快，我又找到了價值500萬的原石。看來我這次真的要轉運了。1000萬！奇楠沉香，這不是傳說中千金難求的寶貝嗎？沒想到竟然讓我找到了。有了黃金筒以後，我的運氣果然爆棚。我得盡快把這2樣寶貝出手，這樣就能馬上成為千萬富翁了。沈老，我要的奇楠沉香還沒找到嗎？明天就是老爺子生日了，生日禮物還沒着落呢。他老人家就想要一塊奇楠沉香。我說過，只要能找到真品，價錢隨便開。小總，奇楠沉香這玩意兒太稀罕，我這店裡已經好幾年沒見過這奇楠沉香了，我實在是有心無力呀。沈老，葉凡葉先生到了，在前廳等您。巧了，小总，这位叶小友手裡可是有好東西的，才刚出給我一個清代的倭國盒，您有興趣的話，和我一起見見。小葉，你來了。沈老，我機緣巧合得到一塊奇楠沉香，勞煩您給長長眼。奇楠沉香，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？這窮小子穿着這麼樸素，看着就不像是有錢人，手裡怎麼會有奇楠沉香這種寶貝？出處不便講，沈老，麻煩您長長眼吧。好大的架子！看他這副寒酸樣，怎可能淘得到奇楠沉香？別是從哪個地攤上弄來的贗品，跑這兒來充大。
天中帶涼，透骨生香，油脂凝如膏，錯不了，這就是奇南沉香裡的賤貨。這奇南沉香竟然是真品！沈老，既然貨是真的，這奇南沉香您店裡多。小葉，你這趟来的可真是巧。现在有人正急着要收奇南沉香，出價比平常只高不低。我給你3000萬，這奇南沉香我要了。這可就是3000萬？這女人什麼來頭？出價比黃金桐報價還貴了2000萬。帝王綠翡翠項鏈，價值800萬元；老坑冰爪翡翠手鐲，價值500萬元；限量款皮包，價值30万元；高定手工套裝，價值8萬元；真絲手工內衣套装，價值2萬元。我去，這一身行头都快2000萬了，怪不得隨手就能甩出3000萬。這有錢人的生活果然非同凡響。這位先生，我出價3000萬，你願意把這奇南沉香賣給我嗎？小葉，肖總為了尋一塊真正的奇南沉香，派人跑遍雲貴月季，市面上但凡有半點風聲，他的人立馬就到。可惜半年了，全是假貨。今天你送上門，可不是來的正是时候。肖總誠心要，價格又給的公道，我沒理由不賣。你把賬號給我，3000萬，我現在就1分不少的轉給你。您的賬戶到賬3000萬。3000萬，我這就成千萬富翁了。前幾天還在為下個月的房租發愁，現在就像是做夢一樣。沈老，東西我就拿走了，回见。肖總慢走，日後有好貨，我第一時間通知您。小葉，錢到賬了？到了，1分不少。你小子有點意思，前腳剛出一塊翡翠原石，後腳又是清代宮廷的蝈蝈龍，今天連奇南沉香都拿出來了。這些寶貝一樣比一樣扎手，你哪來的這麼多硬貨？老狐狸果然開始探底了，不能弄醒他，得糊弄過去。運氣罷了，這些都是一位老朋友送的，放着也是佔地方，不如換點錢花。送的，小葉，你這朋友出手夠闊呀！這麼名貴的物件，說送就送，當玩具呢？糊弄傻子呢！奇南沉香，誰會隨手送人？這小子身上肯定有門道，不過能連續拿出真貨，確實有點實力。不行，還得再試探試探。小葉，你先別急着走，我這兒有一件好玩樣，你長長眼。沈老開口，晚輩恭敬不如從命。我庫房裡壓着塊翡翠原石，半年了，一直沒解。你眼力毒，幫我看看裡頭什麼料。這東西不少行家看過，你也長長眼。你要是能看準裡頭什麼料，我就給你封個88萬的紅包，作為鑑定費。這塊原石不少行家看過，說裡頭大概率是帝王綠，我花了2000萬才拿下。要是他真有2下子，88萬你就能結個善緣，以後幫我賭石，穩賺不賠。
蜂窩石，價值1000元。皮壳是人工刷酸做就，蟒带是画的。蜂窩石，廢料1塊，只值1000。沈老當成寶了，2000萬買個空殼。看他這寶貝樣，估計真以為裡頭有綠。怎麼，看出什麼了？但說無妨，我這人經得起風了。沈老，這石頭根本不值錢。你說什麼？沈老，這石頭其實不值錢。不值錢？5位大師輪流長眼，個個都說皮殼緊，蟒帶活，松花透，裡頭9成9是極品帝王綠。你說不值錢，證據在哪兒？不好，看樣子這老狐狸是被人坑了。我要是說了真話，他不得記恨我？沈老，我剛才嘴瓢，開玩笑的，您別當真。晚輩還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站住！今天你要不說出個1、2、3來，就別想再踏進這個門兒。沈老，您這是強人所難啊！這塊料子，我可是請了5位大師，都異口同聲的說裡頭有綠，還是頂級的帝王綠。你紅口白牙的說不值錢，總得說清楚吧？不可能不值钱。5位大師都是老江湖，眼光毒辣，这石頭絕對出綠。這小子八成是看走眼了。沈老，我如果說出來，您不會生氣吧？哈哈哈！我縱橫赌石界數十年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？區區一塊原石，我怎麼會動怒？你但說無妨。正常來說，這皮殼、這蟒帶、這松花，確實能出帝王綠。算你有點眼力，還知道看皮相。既然懂行，怎麼會說不值錢？算他懂點古墨，能看出皮相不錯。不過既然懂，就該知道裡頭必有綠，怎麼會說不值錢？但是，這是蜂窩石，裡頭只有幾顆碎翡翠。什麼？蜂窩石？您這個是蜂窩石，根本不值錢。你說什麼？蜂窩石？說清楚，是怎麼看出來這是蜂窩石的？沈老，您取强光燈，壓在這皮殼上細看。這水頭足，光暈透，明顯裡頭有綠。這有什麼問題？沈老，您把燈頭再壓緊，仔細看這光暈走向。光散，光晕是散的。这皮殼是人工刷酸做就，蟒帶是後畫。這皮殼真是後做的。您要是不信，直接一刀解，馬上就能見分解。来人，给我解！现在就解！沈老，原石解開了。沈老，這確實是塊蜂窩石，只有幾顆碎玉。沈老，這幾塊碎料好歹也能賣個幾千，摔了多可惜。花2000萬買了一塊廢料，這要是傳出去，我沈老在圈子裡還怎麼混？沈老，您臉色不太好，沒事吧？絕對不能讓這小子看出來我被坑了2000萬，不然這張老臉往哪兒擱？無妨，我活動筋骨，
你能看出这石头是蜂窝料，眼力不俗，快赶上我了！别骄傲，继续精进。沈老过奖，晚辈还差得远。您的账户已到账88万元。小叶，88万已经转给你了。谢谢沈老。88万到手，这趟没白来，这钱賺的也太輕巧了。沈老，晚輩先告辭了。下次有這種活兒，給我一半就行。晚輩走了。爸，葉凡走了。小小，爹这下真是看走眼了，还不如叶凡这个小辈有眼力呀。葉凡，他真有這麼神？還好我溜得快，要是讓沈老知道我一進門就瞧出那原石是廢料，他不得當場炸毛？這老狐狸最要面子，真撕破臉，往後可不好辦事。聽說古玩街水深，蒙塵的寶貝不少，趁着黃金瞳的能力還在，去淘淘看，興許能再撿幾個漏。走過路過不要錯過，乾隆年間的官窯，保真保老。和田玉子料剛收上來的生貨，便宜出了。仿青瓷碗，價值30元；做舊玉扳指，價值50元；素珠佛像，價值20元；現代工藝品銅爐，價值80元。全是新貨做舊，沒一件真東西。果然撿漏沒我想象的那麼容易。明代青花纏枝連紋梅瓶，價值1000萬。1000萬的梅瓶居然扔在這破攤上吃灰，這要是真的，今天賺大了。老闆，這瓶子怎麼賣？那瓶子剛收的生貨，人家家裡祖傳的，急着變現，10萬，不二價。老闆，你這瓶子髒兮兮的，灰都厚成這樣，10萬，您這是把我當冤大頭啊？髒，那是包漿，懂不懂行？10萬已經是跳樓價了，你愛要不要？老闆，您這瓶子要是真那麼值錢，早被行家收走了，還能擱這曬太陽。我看頂多是個高仿的，我讓你賺個飯錢，就1萬塊。你不賣我走了。哎，別走啊，有話好說。1萬，你也太狠了，這連收來的本錢都不夠，最低8萬。老闆，放手。我就1萬，多1分沒有。我也就是看着瓶子洗乾淨能當個擺件，不然1萬我都不要。5萬，不能再少了。1萬，最後一回，不行就算了，這街上瓶子多的是。行行行，1萬就1萬，算我倒霉，拿走拿走。到賬1萬元。你這小子，嘴皮子利索，拿走吧，別讓我再看見你。1萬換1000萬，這漏撿的值。拿好，出了這攤概不退換。1萬換1000萬，又撿了個大漏。葉凡，肖總，好請。你怎麼在這裡？手裡還拿着個破瓷瓶。這可不是破瓶子，它呀，價值1000萬呢。1000萬？就這破瓷瓶，你花多少錢買的？1萬。1萬買1000萬？你是不是還沒睡醒？這街上10件貨9件假，你當撿漏是買菜呢？小伙子，你手裡這玩意兒能給我瞧瞧嗎？能讓我上手嗎？
這是明代青花缠枝连紋梅瓶，材質細膩，青花髮色純正，紋飾流暢，絕对是宮廷御用之物。你说什么？这破瓶子真的是古董？是，不仅是古董，而且非常珍貴，至少價值1000萬。這可不是普通的青花瓶，你們看着胎質，再看着青花髮色，深入胎骨，分明是蘇麻離青料所繪。這等成色，這等工藝，乃是明代永樂年間宮廷御製之物。永乐年间，您是说这瓶子距今已有600多年？正是，此瓶名为青花缠枝连纹梅瓶，当年永乐大帝令景德镇御窑厂烧制，专供宫廷陈业。流傳至今的梅瓶，全世界存世不足10件，1000萬，只少不多。黄金桶果然不會出錯，1000萬的寶貝，就這麼被我撿到了。小兄弟留步！這瓶子我不賣了，我給你50萬回收。你1萬買的，已經賺40多萬了，這買賣划算啊！老闆，剛才可是您親口說的，出了這攤概不退換，錢貨兩清。這瓶子現在是我那是昏了頭，我眼拙，不識真佛。小兄弟，你行行好，50萬不少了。哼，真是丟人！古玩行有規矩，買定離手，錢貨兩渡。這位小兄弟是靠眼力買來的，你當時不識寶，如今還想強買強賣，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？小兄弟，老夫姓周，在這行摸爬滾打40餘年，此瓶與我有緣，也與你有緣。既然攤主無福銷售，老夫願出市價收你這件寶貝，1000萬，當場轉賬。明代青花纏枝連紋梅瓶，價值1000萬。這古玩街10件貨9件假，他竟然真的撿到了1000萬的漏。這個葉凡到底是什麼來頭？竟然有這麼好的眼力！小兄弟，這梅瓶我出1000萬，你看願不願意割愛賣給我？天哪，1萬塊錢買的，現在轉手就賣1000萬，這小兄弟運氣也太好了。常言道，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。我看這位小兄弟氣宇軒昂，肯定是有真本事的。我出200萬，這是我攤上的東西，我最有資格買回來。200萬，周老出1000萬呢，你出那200萬根本不夠看。我出300萬，1500萬，老夫今天勢在必得。小兄弟，你倒是說句話呀！按規矩，自然是價高。2000萬，這瓶子我要了，賬號給我，我現在就轉賬。這蕭總到底是什麼來頭？蕭靈兒，蕭氏集團總裁，身價萬億。竟然是蕭氏的總裁，怪不得這麼豪橫。還是那個賬號，錢已經轉過去了。這女人誰呀？竟然花2000萬買這個瓷瓶！既然如此，這梅瓶就屬於你的了。天哪！竟然真的有人花2000萬買了這梅瓶，這也太豪了吧！2000萬，這價格已經遠遠超過梅瓶本身的價格了。小老頭，我認栽。葉凡，等等。蕭總還有事？葉先生，我旗下缺個首席鑑寶師，想邀請你來，年薪隨你開，條件只有一個，
隨叫隨問。什麼情況？这女人不会看上我了吧？感謝萧总的厚爱，但我已经習慣了自由身，受不得約束。什么？有萧氏集团首席鉴宝師的位子，多少人擠破頭都求不了，竟為這個窮小子一口回絕。你竟然拒絕我！萧總，我先告辭了。有意思，这還是第一個敢拒絕我的男人。現代仿瓷筆頭價值15元，印刷品山水畫價值8元，做舊銅幣價值3元。哎，兄弟留步，路過就是有緣，你既然遇到我們，就在攤子上挑一件東西帶走吧。不只有那些，我們還賣正經的老貨。我沒興趣。我好好跟你說話，你別不識抬舉。我告訴你，今天不買一件古董，你就別想離開這條巷子。一堆現代工藝品，你們也敢叫古董？給臉不要臉！李二，教他規矩。今天這古董，你買也得買，不買也得買。這兩個人5大3粗的，我不能和他們硬碰硬。王蒙西山風雨圖手卷，價值1.2億元。這兩個蠢貨手裡竟然真的有寶貝，正好給我機會把寶貝拿下。別動手，我買就是了。但你們這些破爛我看不上，不是說有正經老貨嗎？我要看那個。喲，還挺挑，你等着。這裡面的是從鄉下老宅子收來的舊貨，看好了，隨便挑，但最低這些。王蒙西山風雨圖手卷，價值1.2億米。1.2億米的西山風雨圖，這要是拿到手，我可賺大了。但是得小心點，不能讓這兩個家伙知道真的有寶貝。就這些破銅爛鐵，你們也好意思說是古董？你懂個屁！這可都是我們花20從鄉下老宅子裡收來的，可都有年頭了。兄弟，既然你已經看了麻袋裡的貨，今天不帶走一件，恐怕說不過去吧？要我買也可以，不過我從不單件收古董，我得全拿了。全拿了？行啊，這袋可是正經的老物件，10萬，少1分都不行。現代機模壓製工藝品，價值10元。機制壓模，模具線都沒打磨乾淨。批發市場10塊錢一個，這叫老貨。現代陶罐，硫酸蔥屎做舊，價值5元。硫酸腐蝕做舊，酸味還沒散呢。這要是老貨，我現在就把它吃了。兄弟好眼力，這樣都是朋友，2萬你全拿走。一堆現代工藝品，最多200，我全拿走，不賣就算了。我剛拍了照片，正好讓治安隊來評評理，看看什麼叫強買強賣。200就200，今兒就當交個朋友，把貨都給你了。錢過去了。傻缺，一堆20收來的破爛，竟然花200買走。老闆留步！老闆留步！不好，难道他們發現這畫真的值錢了？以後你要是還想要老物件，就打這個電話。鄉下舊貨多，我一定給你最低價。有意思，有需要我聯繫你們。這卷畫在老來閣樓裡藏了這麼多年，居然還能保存下來，讓我撿了這個大便宜。看來這鄉下的好東西也不少。不管如何，我有時間一定要過去看看，說不定還能發現像西山風雨圖這樣的寶貝。正好聽說圈內頂級的頂峰拍賣行要舉行拍賣會，我手裡的物件應該足夠檔次上拍賣會。先生，請問你有預約嗎？哦，我有東西想要上你們的拍賣會。先生，我們頂峰拍賣行只拍賣精品，您的東西恐怕不符合要求。是不是精品，得看過才知道。小兄弟，我姓陸，是這家拍賣行的老闆。我們的拍賣會門檻很高，普通的東西根本上不了拍賣會。不知道你想送拍的是什麼寶貝啊？陸老闆，我想送拍的是一塊翡翠原石。原石？
我們拍賣行倒是收，但只收品相好的高兵種以上成品。這蟒帶，這松花，這是老坑种的翡翠啊！小兄弟，這料子你從哪兒收的？河里捡的。這小子怕不是蒙我的，河里能捡到這好东西。小兄弟，別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小張，上好茶。這料子啊，皮可緊，蟒帶活，水头通透，出高兵种甚至帝王绿的概率極高，上拍完全沒問題。這樣，我給你底價定500萬，上不封頂，怎麼樣？可以。小兄弟，我看你這袋子裡還有東西，難道你不只有一件拍品？陆老板，我想先問問，這場拍賣會最貴的拍品是什麼？我們這次的拍賣會壓軸的是一件明代永樂青花海水龙紋大盘，估價8000萬。怎麼，小兄弟对這個也感興趣？那我這件應該更有資格當壓軸了吧？这是元代王蒙的《西山风雨图》手卷，王蒙的真迹，快請鉴定師，不，請周老，快！小兄弟，竟然是你！周老，您認識這位葉先生？何止認識，剛才他花1萬撿漏了1000萬的永樂梅瓶，老夫親眼所見，眼力十分毒辣呀！周老過獎。周老，你快來看看這《西山風雨圖》到底是不是真品？你們看這牛毛搓細密如絲，節掃搓盤旋絞盡，這是王莽獨創筆法，旁人萬難仿觸。周老，這畫真跡無疑，真跡無疑，這確實是王蒙的《西山風雨圖》，估值不低於1.2億。葉先生，這畫你願意委託我們拍賣嗎？如果您願意，我們將把這幅畫作為壓軸進行拍賣，而且您此次拍賣的手續費我們分文不收。可以，但我有個條件。您說，只要我能辦到，絕無二話。我不想惹太多麻煩，所以拍賣當天我要匿名。明白。高人行事一向低調，我這就安排最高級別的保密程序。葉先生，這是本行的至尊玉牌，持此牌者為本行最高等級的貴客。日後您送拍任何藏品，手續費分文不取，且享有優先上拍、匿名托拍與私人洽購之權。陸老板客氣。葉先生，您委託的《西山風雨圖》與那塊翡翠原石已入庫封存，明日《西山風雨圖》將作為壓軸最後出場，而且我也已經啟動最高保密程序，絕對不會泄露您的任何信息。明天我會準時到。此子絕非池中之物，手裡運貨一件接一件，姣好才是上策。百達翡麗腕表，價值180萬元；愛馬仕鱷魚皮手包，價值35萬元；意大利高定西裝，價值8萬元。今天來的都是有錢人，不知道我的東西能拍出什麼樣的天價。葉先生，您終於來了。陸老板親自吩咐，您是我們本次拍賣會最尊貴的匿名貴賓，已為您備好了專屬席位，請隨我來。帶路吧。葉先生，這是全場視野最佳的位置。你小子是誰？竟然坐到第一排的貴賓去？看你面生啊，穿着倒是朴素，是不是誰家的公子哥來體驗生活了？拍品順序確認，您的西山風雨圖為壓軸拍品，我先去接待一下客人，61隨時叫出。好，2億3千萬的底價，不知道能翻幾倍。是他。肖总，您的座位在贵宾区西侧。我要坐那里。肖氏集团的肖灵儿，她親自來了。看來那幅王蒙真跡把她引來了，今天競價要見血了。竟然又是他！肖总对古畫也有興趣，我對人更有興趣。肖總，你的座位好像不在這兒。怎麼？我坐近一點，你緊張啊？我不明白肖總的意思。
萧灵兒居然主动坐到他旁边位，那个年轻人到底是谁？这女人疯了吗？怎么乱摸？萧总，请把东西还我。至尊玉牌，陆老板连这个都给你了。叶先生，你的能耐可不小啊。萧总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跟你没法比。规矩，我就是规矩。叶凡，上次在古玩街你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今天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。萧总说笑了，我来卖画，不是来卖身。你这人说话总是带刺，我就这么可怕？这册子印刷真精美。是啊，纸张手感不错。你看，别人都很羡慕你和我坐在一起，连看都不看。你确定他们不是因为害怕你？萧总和我坐这么近，全场都在猜我们的关系，这对你的名声不好吧？那就让他们猜吧，说不定他们猜的会成真呢。萧总，这是拍卖会，你还是多看看拍品。叫萧总多生分，以後你就叫我灵儿。这不合適吧？靈兒，這才乖。葉凡，我今晚推掉了3個董事會議，就為了最後那幅畫。原來他是為了西山風雨圖來的。我知道你有眼力，一會兒那幅畫上來，你幫我長長眼。頂峰拍賣行的東西也需要再鑑定。正常來說不需要，但匿名委託的東西還是小心點。好，我答應你。不會讓你白忙活的，不管最後買不買，這100萬都我給你的報酬。讓我鑑定自己的話，那不是手到擒來。各位貴賓晚上好，本次頂峰拍賣會現在正式開始。第一件拍品是明代宣德銅錯金獸耳爐，起拍價60萬，每次加價不得低於10萬。80萬，100萬，120萬。明代宣德銅錯金獸耳爐，價值150萬。東西是真的嗎？是真品，市場價是180萬，現在120萬。還有200萬，200萬1次，200萬2次，200萬3次，成交！恭喜蕭總。靈兒，200萬拿下，你就虧了。這東西只值180萬。本就不是為了賺差價，這爐子擺在我辦公室，熏香靜心值。200萬買個香爐靜心，有錢人的世界果然無法理解。第二件拍品，唐代海壽葡萄紋銅鏡，直徑8寸，包漿渾厚，起拍價40萬。這個呢？唐代海壽葡萄銅鏡，價值90萬。真，當前市價90左右，超過100就別跟了。100萬。終於要到我的西山風雨圖了，不知道能拍出什麼價格。各位貴賓，接下來將是本次拍賣會的壓軸拍品。元代王蒙《西山風雨圖》手卷，經周老及3位故宮研究員聯合鑑定，真跡無疑。元代王蒙《西山風雨圖》。起拍價8000萬，每次加價不得低於200萬。競拍現在開始。8500萬，9000萬，1億，1億2000萬，1億4000萬，2個億。什麼？2個億？超出估值1倍了。2億1次，2億2次。2億3次成交！恭喜蕭總以2億的價格拍得元代王蒙的《西山風雨圖》。你現在也是要擁有2億的人了？半月前我還在搬家具，現在短短幾天我就成了億萬富翁。
这日子过得太爽了。叶凡，你说这幅画值2亿吗？虽说价格有些高，王蒙真迹传世不足5件，只会更贵。那我觉得你也值，来我萧氏，给你年薪2亿，我买你。叶凡，干嘛走得这么急？难不成怕我吃了你？没有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当耳旁风了？你说年薪2亿那句，不然呢？我萧灵儿从不開玩笑。葉凡，我對你很有興趣，來我身邊吧，條件隨你開。我不約束你，只給你平台。肖總，我叫靈兒。靈兒，我這個人自由慣了，不喜歡被約束。抱歉。葉凡，我真是對你越來越好奇了。這世上還沒有我蕭靈兒得不到的人。肖總，要派人跟着嗎？不用，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還好跑得快，不然非得被那女人吃乾抹淨不可。不過好像我也不虧。想什麼呢？正事要緊。李一、李二那袋貨是從鄉下收的，既然有西山風雨圖，那村子裡說不定還有漏網之魚。就是這兒了，希望能再淘到幾件硬貨。喲，這不是葉老闆嗎？什麼風把您吹來了？這是財神爺上門了。上回200買走一堆破爛，這回我得把壓箱底的垃圾都塞給他，狠狠賺一筆。請進。老闆來的正好，剛收了一批正經老物件，您要不要長長眼？哦，我就是路過，想起你們在附近，就來看看。就這些。老闆別着急啊，我們這地方的老物件可多了去了。靈兒，去把那個紅布包拿來。您瞧瞧，清代官窯，我花大價錢收的。現代仿品瓷碗，價值80元。清代官窯，筆號寫着2012年製造。這是個意外，我拿錯了。您再看看這個，這個好。和田玉，老坑的。玻璃染色仿玉，價值15元。這不就是塊玻璃嗎？也能冒充和田玉？葉老闆果然厲害，我也不蒙您了。這箱子裡是正經老貨，您隨便挑。這兩個傻子，守着金山雲山不知道，還想宰我呢。遇見這兩個傻子，真是我葉凡的運氣。一堆破爛，浪費我的時間。老闆留步，您真沒看上一件？也就那個破銅爐，看着還能當煙灰缸使。加上這堆垃圾，我給你1000，全拿走。那銅爐可是我收來的鎮宅之寶，最少2萬。2萬？你當我是冤大頭？那爐子缺了腿，少了蓋，滿身銅鏽，廢銅爛鐵1斤也就20塊，1000，多1分沒有。老闆您再加點，那爐子雖然破了，可確實是老銅啊。您給8000，這箱子裡東西全送您。老銅？我剛掂了掂，裡邊灌了鉛，塵是假的。我就看上那幾本破書，給500，那破爐子順便帶走，所有東西加起來給你1000最多了。那破爐子收來才30，1000也賺了。1000就1000，衝着咱們的交情，讓您拿走。早這麼痛快不就行了？老闆慢走，下回再來啊！5000萬的明代掐絲珐琅爐，1000到手。這兩個傻子，活該發不了財。1000，那堆破爛收來不到100，血賺，
就是这破铜爐30收的，白送都不要，居然有人当宝贝。等等，他为啥非要那破炉子？管他呢，有钱不賺王八蛋。小叶，你可有阵子没来了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好宝物啊？沈老，我刚收来个物件，想让您给长长眼。掐丝珐琅，缠枝连纹，这是明代宣德宫廷御制铜炉啊！小叶，这炉子虽有残缺，可胎骨、釉色、纹饰都是顶尖，你开个价，我絕不還價。沈老，4000萬，您看如何？哈，小葉，你這是給我留餘地呀！這爐子我出5000萬，沈老爽快。到賬5000萬元。明天城南有場賭石大會，雲集各地行家，不少老坑新料都會露面。我知道你有眼力，怎麼樣？有沒有興趣陪老頭子我走一趟？賭石大會，這不正是我大顯身手的好機會？沈老相邀，晚輩恭敬不如從命。明天我陪您去。好，有你在，這回一定能挑到好料子。小葉，今天這賭石大會來的都是非富即貴的人物。鄭少這眼光，一看一個準兒。上回那塊帝王綠切出來價值3000萬，賭石而已，沒什麼難度。沈老，這人是誰？好大的排場。他叫鄭天陽，鄭氏珠寶的獨子，人稱鄭少，家裡一直做翡翠生意，從小摸石頭長大，確實有點本事。不過他最出名的不是賭石，他是蕭靈兒的頭號愛慕者。追了他整整5年，送珠寶、送跑車、送遊艇，蕭家丫頭連正眼都沒給過他。原來那女人還有這麼個狂熱追求者，怎麼有點莫名不爽啊？沈老，您從哪兒帶來的窮小伙？這賭石大會什麼時候改成菜市場了？什麼阿貓阿狗都能進來？鄭少，賭石是眼睛看的，不是用嘴，你說是吧？靈兒，你終於來了。鄭少，我說過很多次了，請叫我蕭總。葉凡，你也來了。陪沈老來看看。正好，我也要挑幾塊石頭，我和你們一起吧。我追了他5年，送了多少珠寶跑車，他連手都不讓我碰一下。這小子一個窮酸鬼，拿什麼和我比？沈老，那塊可以看看。小葉的眼光果然毒辣，這塊料子看着不錯。你說好，那一定好。小子，既然你這麼懂行，敢不敢跟我賭一局？鄭天陽，你什麼意思？靈兒，我就是想讓你看看，我才是真正懂原石的人。像這種窮小子，只會耍嘴皮子。你想怎麼賭？一人挑一塊，當場解石，就賠給對方5個億。你敢嗎？竟然開口就是賭5個億，這可不是小數目啊！葉凡，別理他，我們走。既然你這麼有興致，這賭我就接了。好，那就開始吧，讓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我就選這塊了。鄭少好眼力，這皮殼，這蟒帶，活靈活現，裡頭絕對出高兵種。這料子我見過，老坑種的，去年拍賣會上類似的切出了3000萬。小子，該你了，別說我欺負你，
全场的原石隨便你挑。普通山石價值0元，豆種翡翠價值3萬元，蜂窩石價值1000元，人工做就，玻璃種帝王綠翡翠價值5000萬。他去废料区干嘛？那堆都是切垮的边角料。穷小子就是没有见识，只配在垃圾堆里翻石头。小叶，那邊都是廢藥，出不了綠的，你聽我一回。沈老，信我。葉凡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灵兒，你信我吗？我信你。他眼上情深意重了。这塊破磚头摆在那半年了，从来没人看一眼，你倒是会捡破烂。就他了。既然要赌，那就讓你死明白。先解我的，我要让这穷小子知道什么叫天壤之別。出綠了！这料子至少值500萬！500萬，一刀就500萬！郑少这眼光太毒了，看来胜負已说呀！叶凡，该你了。小叶，要不算了，这郑天昂确實有些實力。不，既然我答應了，就一定會賭到底。我有黃金瞳，怎麼會怕他？出綠了！玻璃種是玻璃種帝王綠，沒想到這個葉凡真的能贏鄭少。你果然沒讓我失望。不可能，這破磚頭怎麼可能出綠？師傅，繼續切，肯定是表層綠。滿綠，整塊都是玻璃種帝王綠，這料子至少值5000萬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行。瞎貓碰上死耗子罷了，誰還沒個運氣好的時？對，這小子絕對是蒙的，他肯定比不上我們鄭少。對，他連石頭都沒找，隨手撿的，怎麼可能賭好？一定是運氣。小子，別得意，你不過是走了狗屎運。真懂行的人，誰敢不照燈、不看皮殼、不掂質量，隨手抓塊廢料就賭？鄭少，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，你不會連認輸都不敢吧？我不是不敢，是你的實力沒有服眾。想讓我認輸可以，你得再跟我賭一局。無論賭多少局，結果都一樣。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這次咱們換個玩法，一人挑3塊原石，切出來後比總價值，輸的人不僅要出5個億，而且這輩子都不准再碰賭石。我就不信你次次都能運氣那麼好。鄭天陽，你輸不起就直說，別在這胡攪蠻纏。靈兒，你別着急，如果這小子真有本事，怕什麼3局2勝？我接。有把握。好，有種！各位都聽見了，這是他自己答應的。一定要選3塊最好的老坑種，我絕對不會再輸。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就這3塊，老坑玻璃種、高冰種飄花、滿綠料，全是硬貨。看看咱們鄭少選的這料子，皮殼、蟒帶無一不是極品，這種料子不出貨都說不過去。這料子確實不俗，鄭少這賭石的本事確實是年輕一輩的翹楚。鄭少，你放心，看那小子估計連毛料和明料都分不清，他必輸。普通山石價值0元，人工做就假料價值500元。紫羅蘭翡翠價值100萬。高冰種飄花翡翠價值300萬。你們看他，專挑那種一看就出不了貨的破石頭，還真自己次次都那麼好運氣，能見到寶呢。哈哈哈，這哪是賭石，這分明是菜市場挑白菜。哈哈哈，這小子完蛋了。鄭少那3塊隨便切1塊就能贏他，就是他了。我挑好了。葉凡，你不再挑一挑了嗎？不用，再挑意義也不大，因為全場最好的料子已經在我手裡。口氣再大也沒用，石頭切開才知道輸贏。
师傅，切实。出绿了，真的是兵种。我就说，郑少的眼力绝对没错，这块料子至少价值1000万。小子，到你了，别吓得腿软。是一块紫罗兰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过是一块紫罗兰，价值不过100万，低了我们郑少10倍。这小子果然是废物。哈哈哈哈哈！叶凡，我看你也不行啊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继续。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淚，继续。玻璃种满绿，完整无裂，这至少值3000万！3000万！郑少这3块料子简直是神了！小子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实力。你切的石头，别最后连我的零头都不夠。別着急，贏到最後的才是贏家。高品種飄花，完整無裂，價值300萬。不可能，這黑皮料是出了名的十切九垮，他怎麼能切出高品種？就算300萬又如何？葉凡，你這2塊加起來才400萬，我2塊加起來可是4000萬了，你還是輸定了。急什麼？最後一塊才是重頭戲。死到臨頭還嘴硬，解第3塊。郑少的最後一塊原石是廢料，最多價值幾千塊。鄭少，沒事，你已經領先他4000多萬了。那小子選的石頭那麼破，量他最後一塊料子也切不出好東西。對，他不可能翻盤。該我了。帝王綠，滿色帝王綠，這塊翡翠至少價值1個億啊！1個億，這個以前從沒見過的窮小子，竟然切出1個億帝王綠，太牛了！鄭天陽，你3塊原石的總價值不到4000萬，而葉凡的3塊原石價值1億0400萬，輸了。鄭少，你剛才說賭石沒輸過。葉先生，您真是神眼啊！剛才我有眼不識泰山了。鄭少，賭約該兌現了吧？這是5個億，我鄭天陽從此以後退出賭石界。沈老，走了，這1億的料子還等着變現呢。鄭少，就這麼放過那小子，讓他帶着1個億的帝王綠走了？放過他，我鄭天陽這輩子沒受過這種羞辱。把人都叫上，帶家伙在會場後門等着。今天我要讓那小子爬着出去。那窮小子除了運氣啥也不是，看門道，活膩了。走。小葉啊，今天這一趟咱們可是賺大了。沈老，不對勁，怎麼了？黃金瞳，巷口黑色商務車，車內4人，持械。有人來找茬了，來者不善。沈老，您先上車，我來應付。沈老，您走，我不傷你，但這小子今天必須留下。鄭天陽，你敢動小葉一根汗毛，我沈老跟你沒完！沈老，您年紀大了，別逼我動手。我再說一遍，您走，他留下。得讓沈老先走了，他這麼大年紀了，可別出點什麼事兒。沈老，聽他的，您先走，我不會有事兒的。小葉，我怎麼能丟下你？信我。现在沒人罩你，給我上，打斷他的腿！
左側打手膝蓋舊傷，重心不穩；右側打手腰间棍棒过长，近身受限。郑天阳，你找死！灵儿，难道你真的就要为了他跟我作对吗？我说过，谁敢动他，就是跟萧氏作对。你带这几个人，够看吗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又救了你一次，叶凡，你欠我的可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妖精又来，走吧，我送你。叶凡，今天如果我晚到一步，你知道后果吗？估计少不了受傷吧。那你还不肯来我身边？有萧灵儿的人，郑天阳不敢动。灵儿，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，再欠下去，我怕还不起。那就用一辈子。我接个电话。爸，那小子让我在赌石大会丢尽了脸，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切除帝王绿，你一定要替我出一口恶气啊！废物！追了萧灵儿5年追不上，现在连个小角色都收拾不了，把郑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萧晴儿护着他，用来不行。传令下去，全行业封杀那个叫叶凡的。但凡有人敢收他的货，跟他做生意，就是跟我郑氏珠宝作对。爸英明，没了萧路，我看他那些宝贝怎么变现。给我滚回房间反省！再让我知道你在外面丢人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小叶，不好了！郑家放出话，全行业封杀你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拍卖行、珠宝店、古玩铺，没人敢收你的货。沈老，别急，他们不收，我自己收。你的意思是？明天我去谈个店面，開鉴寶行。我有黃金桶在，完全可以自己開一家鑑寶行。鄭家想封殺我，門兒都沒有。從明天起，我葉凡不再是誰的附庸，我要在這古玩界樹立自己的旗。小葉，你可算來了。那塊帝王綠，我連夜找人出了手，1個億，1分不少，全在這卡裡。多謝您了。你跟我還客氣什麼？你的鑑寶行籌備的怎麼樣了？店面盤下來沒有？店面已經看好了，裝修也在進行，就是還缺幾件硬貨鎮店，沒有好東西壓成，開業了也沒說服力。你是想去古玩街淘一淘？對，鄭家封我的路，但我自己收來的貨他管不着，我想再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撿幾個漏。嘿，我老胳膊老腿兒走不動那條街了。這樣吧，我讓我女兒妙妙陪你。妙妙，爸，您叫我幹嘛？妙妙，你陪小葉去一趟古玩街，跟他好好學學，見見世面。見見世面，爸。可是他看起來這麼普通，能有什麼本事啊？爸，我不想去，別讓我去了吧。沈小姐要是不方便，我自己去也行。你必須去，你跟着小葉多學點。行吧，去就去。我倒要看看
你究竟有什么能耐？那就劳烦沈小姐了。小叶，这丫头嘴硬心软，你别跟她计较。沈老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沈小姐。这小子是要成大事的，妙妙跟着他未必是坏事。明代宣德桐庐家传老货50万出手。这看着像老货啊。这是机制压磨的，炉底模具线还在，现代仿品，50块都不止。你怎么知道是压磨的？小姐，清代和田羊脂玉，刚从乡下收的，8万。这温润度好像有点意思。玻璃染色里头有气泡，染色的化学药剂味还没散，你凑近闻闻。还真是酸的，你还真有点门道。老板，这砚台怎么卖？那破砚500，这破东西500都嫌多。500，我要了。到账500元。这是大明宣德年制的款，明代端砚，老坑食品，缺了角也值100万。你怎么连这个都能看出来？真是神了！哟，这不是叶大高手吗？被全行业封杀了，还有闲心来古玩街晃悠？什么？切出来几塊翡翠，就真把自己當鉴寶大師了？郑少，您別跟這種窮酸鬼一般見識。他懂什麼字畫，也就會賭石場上蒙2塊石頭，運氣好罷了。就是，鄭少可是剛花了大價錢收了一幅《秋山訪友圖》，明代文徵明真跡，至少值3000萬。賭石和字畫是兩碼事兒。鄭家3代做珠寶，古董字畫的門道深着呢。就算他賭石僥倖贏了，在看古董的本事上，給鄭少提鞋都不配。葉凡，你懂賭石是走了狗屎運，但古董字畫的水深着呢，可不是你這種廢物夠得上。識相的就趕快滾遠點。現代仿品，印刷底本後天墨，價值2倍。我可能對古玩了解不深，但也不會抱着幅假畫傻樂。假的？葉凡，你腦子進水了吧？這幅畫的絹本、墨色、題背我都仔細看過，根本沒問題。你一個賭石僥倖贏了2局的窮小子，憑什麼指手畫腳？不懂裝懂，鄭少什麼眼力？他說是真的，還能有假？沒見識就別亂說。鄭少這畫要是假的，我把腦袋擰下來。賭石是運氣，字畫才是真本事。你贏不了鄭少，快滾吧！別在這譁眾取寵了。葉凡，既然你這麼能耐，敢不敢跟我賭一局？又要賭啊？上次輸了5個億，鄭少還沒輸夠。就賭這幅畫真假。你要是證明不了它是假的，就給我跪下磕3個響頭，然後這輩子再也不准出現在小靈兒身邊。葉凡，別衝動，
郑少明显是給你設套。我賭，但如果我贏了，你郑少當着所有人的面承認自己眼瞎，以後見我繞道走。好，有種！各位都聽見了，這是他自己答應的。來啊，證明給我看！你要是證明不了，今天就給我滾出古玩街！文徵明用生宣，這畫用的是熟宣，不吸墨。你們看這山石的鑽法，線條僵硬，是印刷後描摹的。再看這印章，衡山居士4字，刀法軟圓，是電腦刻章後做舊。胡說八道，空口無憑！你憑什麼說是印刷底本？印刷底本遇水即暈，真跡的墨色是礦物顏料，千年不化。依我看，這畫連200都不值。鄭少，你輸了，該履行賭約了吧？我相信鄭少不會賴賬的。是我郑天陽眼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葉凡，此仇不報，我誓不為人。葉凡，我現在真服了，我爸讓我跟你來是對的。走吧，再淘幾件，鎮店的貨還不夠多。葉凡，這都開業2個時辰了，一個人都沒有來，這可怎麼辦呀？不急，該來的遲早會來。看見沒？那就是得罪鄭家的下場，全行業封殺，誰敢來？活膩歪了才跟他做生意。聽說鄭少放出話了，誰踏進那扇門，就是跟鄭氏珠寶作對。這古玩街，鄭家可是半壁江山。我聽說啊，這店開不過3天就得關門。爸，您來了。小葉，開業大吉，老頭子我親自來給你捧場。這是清代和田子收把件，給你鎮點。沈老，珍宝閣的沈老，他竟然親自來捧場。沈老在古玩街是什麼地位？他怎麼會幫那個葉凡？哈哈哈哈哈！叶先生，鼎峰拍賣行陸某來賀。這塊紅眼石珠的匾額是我親自題的字，還請笑納。陸老板客氣了，您能來是我的榮幸。葉先生，您這鑑寶行開業，往後有什麼好東西，可別忘了我鼎峰拍賣行。陸老板，鼎峰拍賣行的陸老板，他竟然對那小子這麼恭敬。這葉凡到底什麼來頭？沈老和陸老板都來了，這人脈簡直可怕。咱們是不是看走眼了？那是萧灵儿，萧氏集团的萧总，他竟然也来了。葉凡，你的鑑寶行開業，我怎麼也會來？這是元代青花梅瓶，給你鎮店。另外，蕭氏集團所有古董鑑定業務，今後只交給你葉氏鑑寶行。鄭家封殺，有蕭氏集團撐腰，鄭家的封殺令簡直是個笑話。靈兒，謝謝你。
我说過，你是我的人。从今天起，谁跟叶氏鉴宝行作对，就是跟我萧氏集团作对。各位，掂量清楚。这个叶氏鉴宝行不简单。小女儿，你竟然亲自去了叶凡那个废物开的鉴宝行，还送了他元代青发梅瓶，他到底哪里比得上我？叶凡，你不是要开鉴宝行吗？我也去给你捧捧场。给我叫人！我现在就要去叶氏鉴宝行。叶老板，您这鉴宝行一开业，整个古玩街都震动了。您有这么好的眼力，还有萧总为您保驾护航，以后哪还有不长眼的敢得罪您啊？小叶，好好干，这行将来是你的天下。各位抬爱，叶凡定不负所望。叶凡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叶凡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沈小姐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从你在古玩街那天起，我就觉得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你愿不愿意以结婚为前提和我交往？妙妙，你不用现在回答我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。叶凡，我找你有事。叶凡，你一直不肯接受我的邀请，原来是看上沈老的女儿了。灵儿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妙妙……误会？他抓着你的手跟你表白，我都看见了。叶凡，我萧灵儿哪点不如他？我给你，他给得了吗？灵儿，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。叶凡，去死吧！灵儿，灵儿，你醒醒！我不是要打他的，是他自己扑上来的。郑天阳，让他们活着出去。小灵儿看见了是我打的，叶凡也必须死，他们必须死！给我拿汽油来！快！叶凡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别胡说，你不会有事。撑住，我带你出去。叶凡，你听我说，最开始我真的没看上你，那时候我只觉得你是个穷小子，运气好，懂點鑑寶，憑什麼對我愛答不理？可是後來我發現你鑑寶那麼厲害，嘴巴也那麼毒，鄭少那麼逼你，你都不抵擋。靈兒，別說了，保存體力。不，我要說，你這麼優秀的男人，只能是我蕭靈兒的，誰也別想搶走沈妙，也不行。靈兒，你別說了，我求你了。可是，如果我不在，你就和沈妙幸福。他是個好人。
灵儿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许你说这种话。爱情并没有结束，抱歉我没能继续你的幸福。不好，郑天阳这个畜生竟然想放火！郑少，肖总还在里面，这要是出人命的。出人命！今天他们必須死！葉凡，這次你死定了！蕭靈兒，你也別怪我，誰讓你沒眼光，看上葉凡那個廢物，這都是你自找的！靈兒，醒醒！蕭家祖傳鳳紋玉佩，價值100億。宿主資產達到100億，黃金桶自動升級。黃金桶升級了，能看穿物品結構，是密道，有救了！靈兒，撐住，我帶你出去。机關在右邊，有風，是出口。葉凡，他是一直在我的病床旁照顧我嗎？葉凡，你怎麼來了？你有沒有事？傷到哪裡沒有？我沒事。蕭總，他醒過嗎？還沒有。葉凡，我昨天說的話，你……妙妙，對不起，我沒辦法接受你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人了。是他，對嗎？這是給你熬的粥，趁熱喝。我先走了。你剛才說的是真的？你竟然裝睡！你剛才說我心裡有人了，那個人是誰？除了你這個傻子，還能有誰？算你有眼光。既然我們都沒事了，該去找鄭天陽算算總賬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就回。我也要去，我要親眼看着他完蛋。傷還沒好。這點傷死不了。行，一起去。鄭少，聽說古玩街那場火燒得挺大啊，蕭總和那個葉凡，意外而已。聽說是電路老化，這種窮酸死了也是活該。敢跟您搶女人，活膩歪了。鄭少，您臉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沒事，有點悶。葉凡，蕭總也在，他們不是受傷了嗎？怎麼會來？打擾各位，今天我們來是來找放火想害死我和靈兒的兇手。啊，不是意外嗎？放火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縱火想燒死我和蕭總。那個人大家都認識，就是鄭天陽。葉凡，你血口噴人！那場火是電路老化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鄭天陽，敢做不敢當。你們有證據？
没有证据就是诬陷。萧灵儿，你别仗着萧氏集团总裁的身份就随便冤枉人。是啊，没证据可不能乱说。证据，当然有。真的是郑少，他竟然放火，太狠了，这是要杀人啊！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郑天阳，你少在这顛倒黑白了。你针对叶凡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现在到你遭报应的时候了。郑天阳，你涉嫌纵火谋杀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叶凡，不得好死！告诉你，小叶这店总算是开起来了。叶先生重新开业，我顶峰拍卖行定当鼎力支持。各位，叶氏鉴宝行今日重新开业，感謝各位捧場。我叶凡3個月前還是搬家工，被人欺負，被人看不起，能有今天，全靠一個人。他給我撐過腰，替我擋過棍子，把命都交給我。我葉凡沒什麼本事，就是一雙眼睛能看清真假，可我看不清自己。直到他差點為我死，我才明白。萧灵兒，這枚玉佩是你送我的，你說只能你欺負我，那好，我讓你欺負一輩子，嫁給我。你說什麼？嫁給我，讓我用一輩子還你。好，我答應你。好，好啊！恭喜叶先生，恭喜萧总，真是天作之合啊！叶凡，你以后只能是我的人。一直都是。